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这本书被称为烦恼的终极解决之道。当你读完它时，长期困扰你的痛苦烦恼可能会不知不觉地消失。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精神科医生华泽子苑先生的最新著作《言语化的魔力》，言语让烦恼消失。如果你对这个视频感兴趣，请务必观看完整个视频。那么，让我们立即开始吧。今天的节目安排如下：一、通过言语来解决烦恼，言语化的力量可以一举消除烦恼。二、自信是可控的，通过重新设定烦恼可以使其消失。三、我想要解释一下消除烦恼的最后一招。那么，让我们立即从第一节的通过言语来解决烦恼，言语化的力量可以一举消除烦恼开始解释。这本书集结了华泽先生作为精神科医生30年的经验，以及在 YouTube 上回答超过4000次烦恼咨询的成就，清晰易懂地总结出了解决各种烦恼的方法。许多人都认为解决眼下的烦恼会让生活变得明亮起来，心情也会轻松许多。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感受，请务必通过本书中丰富的解决方法去实践，从长期的烦恼中解脱出来。书中从各种角度介绍了解决不同烦恼的方法，因此即使你之前努力解决烦恼却未能成功，也一定能找到解决方法。正如标题所示，这本书最想强调的解决烦恼的手段就是明确地进行言语化。实际上大家可能并没有注意到，但是言语化也就是将问题用语言表达出来，因为一旦用语言表达出来，你的烦恼就会逐渐消失。所以如果你目前正陷入困境，感到痛苦，我建议你先试试这个称为言语化的方法，就当是被骗了也没关系。现在有许多人都在忍受着各种痛苦生活着，承受着各种烦恼。承受烦恼并感到痛苦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。在这个压力社会里，许多人都承受着烦恼，但却不知道如何解决，只能感受着压力，茫然无助。因此，这本书提出了培养解决烦恼能力的建议。解决烦恼的能力包括知识、技巧和技术，任何人都可以学会。然而，如果我们不积极主动地学习，那些能力就不会自动掌握。如果长时间不能解决问题，就会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之中。一旦掌握并了解决问题的能力，我们就能够摆脱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困扰和痛苦，过上没有压力的幸福生活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还能够不断成长，充满自信，享受积极的情绪，过上幸福的人生。换句话说，只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，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轻松许多。相反的，无法解决问题会导致严重后果。起初可能只是一点小问题，但如果被忽视，问题会不断恶化，无法摆脱消极情绪的困扰。随着压力的增加，心情逐渐受到侵蚀，最终可能导致心理健康问题。当绝望达到顶点，失去对未来的希望时，人们可能走上自杀的不归路。如果不及早解决问题，问题可能会逐渐演变成更严重的困难。因此，尽早采取行动解决问题是最佳选择。本书主要探讨了通过语言表达来解决问题的方法，并且也包括了从不同角度解决问题的方法。接下来，我们将详细介绍本书中强调的通过语言表达来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。首先要强调的是，语言表达具有明显的优势。我们一起来理解这些优势。例如，当我们将内心或头脑中的烦恼用语言表达出来时，心情会变得清爽，烦恼也会减轻，压力也会逐渐减少。相反的，无法言语化、无人可倾诉的问题会给人带来巨大的压力。在心理咨询领域中，语言表达被视为非常重要的因素。有些人在童年时经历了创伤，并且长时间受其困扰。当他们能够用言语描述童年时期的创伤经历时，创伤往往会立即减轻。心理上的抑制会使人们无法用语言表达痛苦的经历。相反的，能够言语化意味着已经解脱了那种束缚。换句话说，通过语言表达，甚至可以克服痛苦的创伤。
如果你们现在所面对的烦恼程度可以通过言语表达来解决，那么你们将更容易地克服它。为什么言语表达如此重要呢？因为当我们将问题用言语表达出来时，潜意识就会转化为意识。简单来说，通过言语表达，我们能够清楚地了解自己到底在为什么事情而烦恼。或许有些人会认为自己已经非常清楚自己为什么事情而烦恼，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。实际上，我们的思维有95%是在潜意识中进行的。即使我们希望自己能够意识到并改善、消除一些消极的思维或情绪，如果无法意识到它们，就无法采取任何行动。因此，我们需要通过言语表达将这些问题揭示出来。言语表达就像是将沉入海底的沉船吊起来的工作一样，将其吊起到海面，意味着可以放置到意识可以触及的地方，从而能够进行详细的调查。通过言语表达，原本模糊且难以捉摸的事物可以变得客观、具体，并成为可处理的对象。比如，有位患者说，他不知道为什么会感到苦恼，但当他用言语表达出来后，特别是在公开场合时感到特别苦恼。这种言语化代表了一种重要的进步，因为通过言语化，他意识到只要避免公开场合，就不会感到苦恼。这是一种应对方法，或者他会逐渐适应在公开场合的紧张情绪。通过评估，我们可以对模糊不清的烦恼进行自我分析。一旦明确了模糊不清的烦恼，对应的应对方法也就显现出来了。此外，患者大脑中的混乱和困境会导致循环思维。通过言语表达，大脑会变得更加清晰，从而帮助我们摆脱循环思维的困境。比如说，很多人在面对问题时常常陷入该怎么办呢？到底应该怎么做等相同的烦恼中。这些问题在脑海中反复出现、消失，日夜不停的循环，这就是所谓的烦恼循环。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大脑的工作区域非常狭窄。据说，大脑在同一时间只能处理3个信息，这就是人类大脑的结构所决定的。因此，单纯依靠脑海中的思考是不可取的。可以形象地比喻为，脑海中有3个托盘或盘子，处理完一个托盘后，大脑就会有空闲空间，才能处理下一个新的信息或思考。这个大脑的工作区域被称为工作记忆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如果大脑长期处于疲劳状态，这些托盘会减少，每天都感到痛苦和困惑，导致大脑疲劳，工作记忆减少，大脑的托盘从原本的3个变成了2个甚至1个。这样一来，无论想什么都无法前进思考，大脑无法运作，就像被迷雾笼罩一样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自然无法想出解决问题的方法。比如说，为什么感到痛苦和困惑？可能是因为工作太忙了。为什么工作忙碌？可能是因为有3个任务的截止日期重叠了。那么应该怎么办呢？这时候头脑一片空白，无法再往下思考了，因为工作记忆已经达到极限，无法继续思考。不知道该怎么办时，思维就会重置，回到最初的疑问：为什么感到痛苦和困惑？这就是陷入恶性循环的状态。陷入思维循环无法前进是一种困扰。需要明确的是，这并不是智力高低的问题，而是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的情况，无法想出解决方案或主意。相反，如果能够打破这种循环，问题就有很大可能得到解决。而打破这种循环的方法就是进行语言表达。比如，面对自己的困扰时，可以边写笔记边面对它。这样做可以扩展思考的空间，打开大脑的托盘。这样做会减轻大脑的负担，使人能够冷静分析情况，找到解决办法。简单来说，那些只在脑海中打转思考的人，为什么不把思维写下来呢？写下来后，打开大脑的托盘，会感到更加轻松。就像当电脑存储空间不足时，我们会将数据移到外部硬盘一样，这样可以让电脑运行更加轻快。同样的，如果自己的思维混乱无法整理，就将其写出来，可以用纸张或其他方式记录下来。
这样可以使思维更加清晰。这样做的话，大脑会变得轻松，工作也会更加顺利。通过这样的语言表达，可以解决烦恼的90%。所以，请务必不要只停留在脑海中思考。因此，我希望大家将烦恼写出来，逐渐解决这些问题。但要写下自己的烦恼，实际上并不容易。尽管看起来表面简单，实际上是非常艰难的任务，而且对精神上也有一定的压力，因为这意味着要回忆自己的伤感、缺点和痛苦经历，需要正视自己的不足之处。但是如果能够清晰地整理自己的烦恼，问题也会有90%得到解决。所以，请务必通过语言表达来将烦恼具体化，迎接这个任务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建议限制文字数量。比如说，作者在 YouTube 上将问题字数限制在120字以内，这是为了鼓励观众将自己的烦恼表达出来。在这120字的限制下，必须面对自己，整理思绪。很多人通过这样写下烦恼的过程后，发现烦恼减轻了，收到了很多感谢的邮件，因为他们能够客观看待自己的问题，头脑也变得更加清晰。烦恼的时候，人们的脑海充满混乱，只感到痛苦，甚至不清楚自己在烦恼什么。因此，通过语言表达来分离情感和事实是很有帮助的。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个通过语言表达解决烦恼的实例。一位30多岁的女性，被药物依赖困扰，特别渴望安眠药和镇静剂。她陷入了严重的药物依赖状态，没有药物就无法安心和入睡。如果让她独自回家，她会前往药局购买大量安眠药并饮用，因此被认为有危险，于是送入了医院。在那里，作者首先建议她写日记，告诉她可以自由地记录当天发生的事情或自己的想法，哪怕只是少量的文字也可以。然而，由于她以前从未正视过自己，最初连一行字都写不出来，完全无法进行语言表达。但是在日常辅导下，她的自我行为逐渐进步，日记的字数也慢慢增加。结果，她意识到自己明显过量服用药物。通过每天写日记，她的自我行为能力得到提升。最终，她通过日记意识到自己与家人关系不和，发现自己为了逃避问题而依赖药物。这段文字描述了一个女性长期受到药物依赖困扰的经历。她经历了超过10年的在不同医院间的漂泊和无法摆脱药物滥用的痛苦。通过记录日记这种语言表达方式，她最终成功地克服了药物依赖。作者指出，虽然每个人都可能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和烦恼，但像这位女性这样严重的情况却比较少见。因此，如果即使像她这样严重的情况都能通过记录日记来恢复，那么其他人面对的困难可能也更容易解决。此外，作者还指出，用文字表达自己的痛苦，甚至可以减轻末期癌症患者的巨大压力。一项针对重度癌症患者进行的笔记练习显示，有49%的参与者表示他们对疾病的看法发生了变化，38%的人表示对当前状况的感受也有所改变。这表明，即使是像癌症这样的极度压力，通过语言表达也可以减轻其影响。这段文字说明了，即使无法消除癌症等疾病的根本原因，也可以改善焦虑和消极情绪的重要性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，因为在我们生活中，不幸和烦恼是无法避免的。如果由此产生了消极情绪，采取消极行为，过度感受压力，导致身体不适，或者沉溺于药物等不良习惯，这种状态被称为第一支箭，会进一步恶化情况。尽管无法避免第一支箭及突发的不幸事件，但通过控制自己的反应，可以避免第二支箭的发生。例如，当遭遇不幸时，通过书写和语言表达来减轻烦恼和压力，就可以降低第二支箭的发生几率。我希望大家能养成书写和语言表达的习惯，这对于改善心理状态非常重要。也许过去你可能会觉得写一些看似不重要的东西，比如日记之类的，可能没有什么意义。但是从刚刚的2个例子可以看出，即使是相当严峻的情况，
通过书写也能够实现改善。因此，表达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。当然，你可以随意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写，但是遵循特定的格式也是有效的。最著名的可能是表达性写作了。表达性写作的具体方法非常简单，可以写当天发生的积极事件、消极事件等，任何内容都可以。因此，只需将其写在纸上，手写就可以了。这并不是要给别人看的东西，所以字写的不好也没有关系，内容也可以直接写出你所想到的。最好从少于5分钟开始。还有，当写负面事情时，由于负面事件可能会被强化，并在记忆中固定，因此建议在睡觉前2小时以上进行写作。持续进行这种表达性写作可以带来改善失眠效果、改善抑郁症的效果以及增加幸福感等各种效果。实际上，针对14名有失眠问题的人进行了为期3天的表达性写作实验。结果显示，实验前需要入睡的时间从40分钟减少到了14分钟，这也证明了其改善效果。另外，除了这种表达性写作之外，还推荐进行3行积极性笔记工作。3行积极性笔记是指在睡前回想今天发生的3件愉快的事情，每件事情写1行在笔记本上，然后在写完后立即想象这些愉快的事情，并保持幸福的心情进入睡眠。这样做可以抑制焦虑，提高睡眠质量。希望这些方法对你有所帮助。通过书写进行语言化，起初可能会觉得很难，需要一点努力和坚持。我希望你能够尝试持续下去。如果坚持3个月，你就会发现语言表达变得轻松多了。这样做的结果是压力和烦恼能够顺利解决，我们会变得更加轻松愉快。此外，通过书写，我们的自我效能感也会提高，因此我们会更好地了解自己，知道如何让自己幸福，也清楚了解自己不喜欢什么。我们会更有自信和前进的动力。至今为止，我主要解释了书写作为一种言语化的方法，但言语化的方式并不仅限于纸上书写，与他人倾诉或交谈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言语化方式。我们实际上知道，仅仅向他人倾诉烦恼就能感觉好很多，有时候甚至仅仅通过倾诉，烦恼本身就会得到解决。比如说，34岁的主妇 M 女士向作者诉说她与姑姑同住的困扰，心理上感到压力重重，处于轻度抑郁状态。姑姑试图操控她的想法，让她难以忍受，而且丈夫也不愿意听她倾诉。M 女士整整花了将近1个小时向作者述说心情。华泽先生对此表示非常理解，并表示同情。在接受诊断之前， M 女士一直表现得郁郁寡欢，看起来像是抑郁状态，但在诊断结束时，她的表情变得轻松愉悦，仿佛释放了心中的负担，面带笑容地感谢着华泽先生，并离开了诊室。仅仅1个小时的倾诉，让她从抑郁的表情变为笑容满面。尽管姑姑的性格、态度和行为没有发生任何改变，但 M 女士的焦虑却由不安转为安心，烦恼也得到了解决。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 M 女士表达了她想解决支配性姑姑的问题，但实际上这并不是她真正的烦恼所在。M 女士的心理压力很大，因为和姑姑同住的生活很困难，她无法向任何人倾诉，也无法得到理解，一直忍耐下去让她非常痛苦。这才是 M 女士真正的烦恼所在。换句话说，她无法向任何人倾诉，一直孤立地承受着，无法释放和倾诉的痛苦会加倍放大孤独和苦闷的环境。通过语言表达，向他人传达，就像释放内心压力一样，会让内心得到舒缓。这就是语言表达的最大效果，能让内心感到轻松。即使对于 M 女士来说似乎无法解决的烦恼，实际上是因为无法向他人倾诉。许多人苦恼的主要原因是无法向任何人倾诉的感受。当我们倾诉烦恼并得到他人共鸣时，为什么会感到安心和心情舒畅，然后问题也开始得到缓解呢？这是因为催产素的分泌。催产素也被称为幸福激素。当我们与他人交流，感到快乐、幸福或得到安慰时，
催产素就会被释放。因此，通过与值得信赖或让人感到安心的人分享自己的烦恼，并得到共鸣，就能促使催产素的释放，减轻焦虑并解决问题。因此，大家应该把自己的烦恼表达出来，向信赖的人寻求帮助和倾诉。比如，现在正在医院就诊的人，一定要把自己的想法和不安告诉主治医生。如果主治医生看起来很忙，无法提问，或因为怕而不敢提问，那么病情是绝对无法得到改善的。当然，主治医生也应该努力营造更易交流的氛围。但无论主治医生喜不喜欢，我们都应该坚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，并寻求咨询。同样，在工作场所也是如此。许多人有无法向上司倾诉的困扰，但如果让苦恼持续数天，烦恼会加重。向经验丰富的上司、前辈或专家寻求帮助，往往能立即解决或得到解决方案。因此，大家应该鼓起勇气寻求咨询，尽管可能会担心咨询后会被对方讨厌或觉得麻烦，但实际上并非如此。相反，很多时候对方会欣赏你诚实地表达内心，并感到高兴。对于那些愿意与你分享严肃问题的人来说，让他们感受到你把他们当作重要的人对待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，如果有烦恼，不要独自承受，而是勇敢地向周围可信赖的人寻求帮助和倾诉。比如，如果一个人独自苦恼了1周，那么再继续苦恼下去就已经没有意义了。如果1周内苦恼并且找不到解决方案，可能是因为你缺乏解决这个问题所需的知识或视角。因此，建议向工作场所的前辈、上司或专家等拥有更丰富知识和经验的人寻求帮助是明智的选择。另外，如果周围没有可咨询的人，可以采用前面介绍的方法，准备笔记本和笔，把烦恼写在纸上。也可以尝试用文字表达问题，比如写给神的方式，或者模拟与他人交流的方式也是有效的。可以进行幻想或设想，试着以你尊重和喜爱的他人的角度来思考当前面临的问题或烦恼。比如，当你在商业决策上感到困惑时，可以尝试自问自答：如果是坂本龙马，他会怎么做呢？坂本龙马以其行动力著称，所以他很可能会立即采取行动。或者你也可以想象你喜欢的漫画或动漫角色，这样的时候，想一想你最喜欢的那个角色会如何说，如何处理，以及会给予什么样的建议。想象那个角色在回答你的问题，实际上和向自己喜爱的角色寻求建议是一样的。这种方法在很多时候都非常有效，大家直觉上应该能理解。当你感到沮丧或精神状态受到影响时，可以尝试向自己重要的人、尊敬的人或觉得很酷的角色等寻求建议。这样一来，问题就已经解决了90%。接下来，我们将详细介绍第2章的内容，即自信是可以控制的。通过重新设定困扰，可以让困扰消失。在第1章中，我们已经解释了通过言语表达来消除困扰这本书中最关键的部分。如果你希望尽快解决困扰，建议首先尝试这种言语表达的方法。此外，本书还包含了各种困扰解决方法。除了言语表达之外，还有其他方法。在第2章中，我将介绍我个人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，即困扰的重新设定方法。让我们来详细解释一下这个方法。现在，假设有人担心，如果发生大地震该怎么办？这种困扰的控制率是多少呢？很多人会认为，个人努力无法防止大地震发生，因此能够控制大地震的可能性是0%。但实际上，对于自身的困扰控制率其实是100%。重点不在于防止自己失去信心，而是通过重新设定困扰来完全避免自己受到困扰。举例来说，可以采取一些对策，比如搬到没有地震的国家，或者搬到国外，或者如果不行的话，可以搬到自然灾害较少的地区，比如富山县、佐贺县、山口县等。总而言之，我想表达的是，自己担心的看似完全无法控制的困扰，实际上是可以控制的。但由于大多数人害怕失去信心，
所以不会立即采取行动搬迁。换句话说，担心自身问题并非那么严重。那么我们重新来思考一下担心发生大地震的困扰吧。担心大地震可能带来的问题，可以具体细分一下。担心自己或家人在地震中受伤或丧生，房屋倒塌或财产损失、经济损失等。其中直接导致丧生的原因之一是被压伤，因此可以通过加固房屋的抗震能力，搬迁到符合抗震标准的住所，使用金属支撑和固定大型家具等措施来降低被压伤的风险。这样一来，基本上可以有效减少被压伤的可能性。此外，如果担心海啸造成的影响的话，可以提前确认避难场所，检查保险涵盖情况，购买灾害逃生用品等，提前做好地震发生时需要采取的所有准备工作，可以基本上消除对大地震的担忧。做好准备并实施可行的行动，会带来成就感，增强自信，减少恐惧和不安感。对于那些看似无法控制的困扰，只需重新设定困扰，即可将其转变为可控制的困扰。这就是困扰的重新设定。通过改变对困扰的看法，我们可以发现困扰实际上是可以控制的。接下来，为了更深入理解困扰的重新设定，让我们一起来重新设定一个关于身高矮的困扰。假设一个身高155厘米、30岁的单身男性 F 先生，他认为自己身高矮是他最大的困扰，因为30年来一直没有和女性交往过。这种身高矮的困扰到底有多大的控制率呢？30岁时想要增高的可能性非常小，几乎可以说是0%。然而，据华泽先生的看法， F 先生认为自己身高矮的困扰是可以完全控制的，控制率为100%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 F 先生真正困扰的是什么。F 先生担心自己身高矮，但这只是他最大的困扰之一。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他一直单身，无法获得异性的青睐。他将无法获得爱情的原因归咎于自己的身高，这在心理学上称为自我正当化。如果一个人因为自己的身高而感到自卑，并且生活不如意，那么他会将失败归咎于自卑感。这是人类无意识的真相。当然，并不是说身高就决定了一个人是否有魅力，而是有很多对策可以采取来解决这个问题。例如，要成为一个体贴温柔的人，注意发型和服装，努力改善外表形象，努力工作并取得成就，或者变得富有等等。吸引异性的因素不仅仅限于外貌。实际上，世界上有很多身高较低但却很受欢迎的人。人类的魅力不仅仅取决于身高等单一因素，因此没有必要因为某个参数特别低而过度批判自己。改变对身高矮的困扰的看法，你会发现真正的问题是缺乏吸引力。换句话说，如果 F 先生能够吸引异性，那么困扰就会消失。因此，我们应该专注于发展自己的优势，比如提升内在修养，努力工作取得成果，变得富有等等。通过改变困扰的设定，原本无法控制的困扰就能够转变为可以一瞬间控制的困扰。现在大家可能都有一些困扰，但可能对如何重新设定困扰感到困惑。下面我将分享3个重新设定困扰的问题，希望能帮到你们。问题1：你真正困扰的是什么？2：解决了这个困扰后，你会感到满意吗？3：解决了这个困扰后，你会感到幸福吗？通过回答这3个问题，我们可以正确的重新设定困扰。接下来，我们将进入最后的第3章，解释消除困扰的最后手段。虽然我们已经分享了相当有效的消除困扰的方法，但仍然有些人觉得困扰无法消失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对于那些仍然感到困惑的人，我想要分享的是消除困扰的最终方法：放下。首先要讲的是坦然面对困境。对于那些自己难以解决困扰的人，虽然向他人求助，但依然束手无策的人们，放下也许是最佳选择。放下可能给很多人带来负面印象，但实际上也有积极的一面。放下意味着心灵得到一种解脱和自由。此外，放下也表示你能够区分可做和不可做之事。
对于那些无法解决或无法控制的问题，过度纠结只会浪费时间和精力。对于无法解决或看似无法控制的困扰，继续努力只会带来更多痛苦。放下意味着停止困扰自己，释放负面情绪，给自己情感上的一个断点，然后继续前进。这并不是消极行为，而是非常积极的行为，是消除困扰的最终方法。当你决定放下时，可以使用以下3个词来给自己一个心理上的划界：无法改变，没办法了，算了。当面对那些无法改变的事情时，你可以低声说着这些话，然后坚定地放下，继续前进。接下来，除了放下之外，我还要介绍消除困扰的另一种终极方法——撤退。在现实生活和工作中，面对无法克服的困难情况，其实是相当常见的。所以，当你面对无法解决的情况时，坚持下去会导致心理问题的发生。最糟糕的情况是可能会导致自杀。因此，撤退对于保护自己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华泽先生在处理许多在黑心企业工作导致心理问题的患者时，发现了一种现象：那些认真而诚实的人往往无法及时停止，最终导致身心健康问题。如果你现在真的感到无能为力，那么请拥有从这种情况中撤退的勇气。此外，由于放弃一词常常带有消极的含义，我们可以选择使用一时撤退这个词来代替，以准备迎接新的挑战。一时的撤退只是暂时的，就算现在失败了，下次再努力就行了。希望这个视频对您的生活和心理都有帮助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